Our country is making many advances. जी हाँ, आप अपनी स्क्रीन पे देख सकते हैं कि हम We see an ideology that is spreading hatred, anger and violence. बीजेपी को 370 सीट。2024年印度大选，莫迪率领的印人党预计会大获全胜，他将毫无悬念赢得第3个总理任期。下一个5年，莫迪将把印度带向何方？1987年，莫迪加入印人党，开始显现在政治领域的天赋。पर लोगों के मन में एक नई धारा शुरू हुई है, वो है वोट टू पनिश। जिन लोगों ने देश पर करोड़ों रुपयों का बोझ लगा दिया, जिन्होंने एक अच्छी सरकार को हटा दिया, जिन्होंने एक अच्छे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को हटा दिया। 2001年，莫迪成功当选故乡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就在他意气风发之际，竟迎来政治生涯最严峻的考验。2002年，古吉拉特邦因为宗教问题引发了严重骚乱，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遭到袭击，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15万人流离失所。当时，莫迪政府对骚乱的处理方式引起巨大争议。时任古吉拉特内政部长的彭迪亚事后揭露，莫迪政府放任暴行，制止警察出警，甚至向暴乱分子提供了一份穆斯林持有的产业清单。而向媒体告密的彭迪亚则在骚乱发生1年后遭到暗杀。虽然莫迪在暴乱后遭到整个印度政商界的抨击与抵制，但他凭借出色的执政能力，帮助古吉拉特邦经济迎来飞速发展。2014年，莫迪更上一层楼，成功当选总理。铁腕总理登场，开始了他对印度大刀阔斧的改革。Our country is making many advances in the world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莫迪执政10年期间，印度迎来快速发展，包括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厕所的普及，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甚至成功将探测器送至月球。但最重要的还是莫迪政府在经济上的成就。在2014年的全球 GDP 排行榜中，印度刚刚跻身世界10大经济体，是中国、日本之后的第3个亚洲国家，全年 GDP 2.03万亿美元。莫迪主政10年后，2024年，印度在全球的排名步步超前，越过英国、法国、巴西、意大利、加拿大，跃升至第5位。如果以目前的速度发展，预料几年内还将超越日本、德国，成为美中之后的第3大经济体。在后疫情时代，印度依然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21年 GDP 增长率维持在7%以上。比 GDP 更亮眼的是印度股市，孟买敏感指数 Sensex 过去10年从2万点上涨至7万点，上市公司总市值从16亿上涨到46亿美元。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莫迪政府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提升行政效率、打击贪腐、全面开放印度国内市场、吸引外资。India probably right now has one of the most liberal incom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licies into the world. There are hardly any sectors where foreign investment is not permitted. 自2014年以来，押注印度的跨国龙头企业越来越多，比如亚马逊、脸书、谷歌、微软、沃尔玛等等，连苹果也将工厂向印度转移。然而，在强健的经济数据背后，印度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全国90%的人口每年的收入不到3500美元，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则吃尽成长红利。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阿达尼集团。有报道指出，集团创始人阿达尼在2002年古吉拉特暴乱后，主动向四面楚歌的莫迪伸出援手，协助他筹办全球经济峰会，招商引资，两人从此建立了友谊。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Shri Narendra Bhai Modi， 莫迪出任总理后，阿达尼集团股价上涨10倍以上，原因是公司承包了大量政府基建项目，从码头、机场、
高速公路到发电厂与房地产。Building ports or infrastructure. These are sectors where it is not easy to immediately get a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it is not poss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always step into these sectors. So that is a gap which I think to a very large extent has been filled up by the Adanis. 过去10年，除了经济建设，莫迪也与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重建属于印度的民族文化自信。例如，刚刚在圣城竣工的罗摩神庙，象征着印度彻底结束了500年的屈辱历史。2024年1月，莫迪亲自参加祝圣仪式，为罗摩庙揭幕。गुलामी की मानसिकता को तोड़कर उठ खड़ा हो राष्ट्र, अतीत के हर दंश से हौसला लेता हुआ राष्ट्र, ऐसे ही नव इतिहास का सृजन करता है。神庙所在的阿约提亚，相传是印度教主神罗摩的出生地。1528年，信奉伊斯兰的莫卧儿帝国统治者在这里修建了巴布里清真寺。但印度教徒认为，这座清真寺下面是被毁坏的古罗摩神庙，两教纠纷因此持续了上百年。1992年，数万名印度教徒强行拆毁巴布里清真寺，全国因此发生暴乱，近2000人死亡。2019年，印度最高法院判决，争议地块归属印度教，穆斯林则可以在另一块地方重建清真寺，这让罗摩神庙时隔500年再次耸立在圣城里。部分国际媒体的报道指出，这种印度教至上的理念让仇恨犯罪率飙升，尤其是针对穆斯林社区的暴力行为。We see an ideology that is spreading hatred, anger and violence. 然而 ，PU 在2022年的民调显示，印度绝大部分民众认为他们拥有宗教自由，并且认为尊重他人的宗教是印度人非常重要的品质。I think if one looks at it at a broad level, India remains as inclusive as it was earlier. In spite of these developments having happened, I think that probably is a strength of the Indian institutions which the democratic processes has strengthened over the years. 2024年4月19日，印度大选正式拉开帷幕，接近10亿合格选民将分7个阶段在全国进行投票，预计6月4日开票。与英国相似，印度也采取议会制。印度人民院形同下议院，可以阻隔、立法并控制联邦政府的收入与支出。2014年大选，莫迪带领印人党赢下了超过半数的282席，成为30年来首次可以单独阻隔的政党。2019年大选，印人党的优势扩大到303席。本次大选，莫迪更是豪言要拿下370席，接近总席位的70%。बीजेपी को 370 सीट और एनडीए को 400 पार。回看莫迪政府的10年，不少政策都充满争议。为什么莫迪与印人党对胜选如此自信 When it comes to the government, what matters is performance. Mr. Modi's image is clearly superior and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all his potential competitors at this stage for the seat of the Prime Minister. 根据政府内部文件，莫迪已经制定了接下来10年印度的发展目标，计划2030年让印度多个关键经济数据翻倍 ，GDP 从现在的3.5万亿成长到6.7万亿美元，人均 GDP 从2500增长到4400美元。此外，也计划加强对民众的教育与职业培训，希望让失业率从现在的8%降到5%。能否达标还有待观察，但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大部分印度选民想再给莫迪5年时间，希望这位73岁的铁腕总理创造古印度的新辉煌。